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雾。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乐高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小的前肢，应该很明显的吧？哎呦！本集节目由时光杂货店赞助播出。这个呢，就是编号76968的恐龙化石暴龙。这个完整的暴龙的化石呢，其实算是一个超旗舰级的产品。因为之前呢，乐高有出过恐龙的化石、暴龙的头骨跟三角龙的头骨。哦，那个只有头的那个。对，那这次的话是直接把整只的暴龙都大概用1/12的比例做出来，3145片零件，整个组完之后会有105公分的长度。这次介绍这个，我们不能说什么它的堆砌方式吧，拼起来然后就一个镂空，也还是可以啊。好，那这个化石呢，就是以恐龙这个题材来说的话，乐高就是首度用上这么夸张的一个比例去做，所以在完成之后呢，你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都是要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肯定是有钱买，要怎么放是真的不一定。外包装的部分基本上就像针对大人像合组的呈现方式，素色的底，然后跟实体。那这次在右上角呢，还有侏罗纪风格的标题字样，就是像它这个英文的品名。右下角就是侏罗纪世界的 logo。那背面部分呢，就是它这次附上的一些人偶跟印刷砖。它人偶是附上2个博士，亚伦·葛兰特博士，还有我们的艾丽博士。可是没有那个袒露胸膛的博士吗？如果你想要另外一个博士伊恩·马康姆，他的人偶你可以在编号76956的霸王龙脱逃那一组，那个里面就有伊恩·马康姆博士的人偶。不然的话，2018年的 Bricktober 的4款人偶在一起的侏罗纪的主题，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伊恩·马康姆博士。马上打开来看到它的说明书的部分。这次我们的说明书有3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在1、2、3的部分后面是用恐龙的爪子来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翻到后面看，然后我组完之后合起来，一个爪痕。那等一下应该有2个爪痕吧？你的头脑里面乐高的头脑。第一本一翻开直接是一个帅气的暴龙。You say you've got a T-Rex。你说过你有一只暴龙。旁边呢就是非常经典第1集的最结尾的片段。那右边这边呢就是把轮胎咬破。那下面的这个也是剧照这样。那再翻过来，这设计师叫做 Benjamin。这边基本上就是设计师在说，他其实是参考了很多化石的资料，然后同时也看了侏罗纪世界的电影里面的一些设定。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暴龙的乐高，它不是参照着固定哪一个暴龙的形象去制作，它等于说是利用乐高去诠释一个暴龙骨架可以怎么样呈现。那这边呢，暴龙头骨的样子，那下面一整只就是这次拼好的样子。那它还有在说明书特别跟你说要怎么样拿这个模型。我觉得它就做这个支撑方式很容易玩，就你可以抓着，就是你可以像那个23就说我把它拿着打 AK-47，但超帅，还蛮稳的。后面就开始拼了。我们等一下就请这个千豪来帮我们把这个组装起来。历经了不知多少个寒暑，终于把它拼完了。这个拼完之后，真的是回忆都涌现。小时候书桌上面，还有我小时候看《侏罗纪公园》送的那个贴纸，贴在那个抽屉上面，哇，那个真的超赞的。讲到小时候，就不能不提到以前在杂货店抽贴纸、买糖果的日子。穿越回到80、90年代，逆袭当老板，早餐店、杂货店。模拟经营玩法，从小店向企业迈进，从行销到经营，通通由你掌控。开局就送5000抽，人生一直冲。从路边摊卖油条到城市中各种类的商店，还可以从源头开始经营，成本原料一手把关，打造自己的帝国。邀请你一同经营时光杂货铺，体验有权有店
有点咸，根本就是当房东的感觉。阿标、弹珠台、干妈糖都在这里等你，网咖、冰果室、撞球间，通通都有。来幸福镇的童年游戏园，重温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立即下载，与我们一同打造辉煌的时光年代。那这次的暴龙，为了让整体的这个暴龙它呈现出来的造型是生动，所以他最后选择用一个很像是奔跑中的狩猎感的动作去做呈现。他在设计的时候有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固定姿势的完成品，融入了像是这种前后脚有不同位置的奔跑啊，然后可以做出吼叫般的狩猎动作。所以他在做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个概念去设想它整体的结构，可是你可以借由它的一些可动，更增强它整体动作的张力。像是它的尾巴可以弯嘛，如果它要做上下，它可能做的关节零件或者是那个有点像骇客毁灭者那种，就是圆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咔咔咔。可是如果它这个尾巴蛮重的，等于说它要用上复数的零件，那你在尾端就没有办法让它一直维持。头部的这个可动呢，是用了XXL 规格的关节零件，在官图出现的时候，看到这个脖子这里，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因为这里算是之前我没有看过这种颜色的这种零件，那它借由这个关节零件，让它整个头部做到的动作范围其实还蛮惊人，在造型上算是一个亮点。除了它可以这样上下之外，它也可以进行这样子左右的转动，就真的还蛮厉害的。而且它的去卡扣的方式其实是用类似齿轮的这个凹槽去扣，就是它跟之前乐高用的一些零件紧实程度应该会有差，所以它这次头部的这个，我自己觉得是还蛮惊艳，可以说是乐高的棘轮关节，感觉是那种海洋堂那种爽感。我觉得下颚这边也蛮酷的，因为它除了可以就是这样开合之外，它其实可以左右稍微的微调。还有手部的这里，它的小手手呢，这边也做了很多球形关节的零件，因为它这比较轻嘛，所以它就直接用这种我们常见的球形关节。我每次看到暴龙这么帅气，看到他手都觉得很想笑。就除了它前肢之外呢，它的脚趾也是相当的灵活的。讲到这个脚趾，我就一直想到《侏罗纪公园》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他们躲在餐厅的时候，迅猛龙这样走进来，然后用指甲那边敲。那个真的是小时候最印象很深刻的。对小时候的我来说，《侏罗纪公园》等于说是恐怖片。但是它这次骨头这个零件，就是它像这种弯的，就它有长有短嘛，也有那种一体成型的，通常会用在哪里啊？它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只是它中间用了别的零件去做出长短的区隔。像之前我们玩一些昆虫的或是花的，也都会用到。对。只是它这次用这个化石骨骼般的沙色，整体的协调性我觉得超赞。它在造型上注入的这个特色，算是改变我们在拼这个化石的时候的一个体验。它在这次整体造型部分融入了这个支架，其实会让你变成说，你好像是在堆砌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化石的展品。因为其实一般这种大型的化石，他们在展示的时候，本来就会在骨架里面融入这些黑色的，像是钢条你可以看到它的腿部这边都有运用黑色的零件，就等于说它其实有点仿照我们真实世界在架设化石的时候的做法。你除了在拼一个化石之外，你好像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想象，这样整个的话，这个造型其实还蛮有深度的。那其实我觉得它这样子做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除了它好固定之外，你可以很轻易的拿它。我觉得它这个脖子超粗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那种很有学问的人，就是他们就会说哪里的骨骼其实可能应该要怎样，只不过因为它是从乐高去诠释，可能有些地方它就是要做出一些妥协或是造型上的变化之类的。就是千豪煮完之后，我看到它的手的部分，胸骨的这个连接，我也是觉得，对我也是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就还蛮厉害的。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恐龙化石的暴龙的头部嘛？我看国外的玩家他们玩跟比较，它那个暴龙化石的头部跟这个头部其实好像差不多，大小规格差不多，当然堆砌的结构会有点不一样。这个的话是更再复杂一些，整体在做的时候会觉得这里头部的堆砌很厉害。虽然刚刚一开始在那边呛多头没什么堆砌，但是我觉得它脖子这边我也觉得很赞，就是虽然它这边是它做这个骨骼嘛，因为它这里就是为了它要固定这个关节零件，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这么稳固的设计。对，然后你这样把它掀起来的时候，是往下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拼搭方式，这个就很赞。它这次的这个拼搭的顺序，整体来说也蛮像你在组织一个化石产品，因为它是先拼完支架，它会先拼这个脊柱，把这个脊柱放在这个支架上，然后再一步一步去接它的胸口的骨头啊，然后腿啊、尾巴跟头这样。腿的部分这边有一个大的球形关节扣着，圆形的，然后扣住之后，它这边呢是用十字插销去固定。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帅气的暴龙化石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就是我们的 Benjamin， 他在这一组里面注入了彩蛋，算是有4个啦。
第一个彩蛋呢，就是琥珀里的蚊子，是那个黄色的琥珀，这里没有在查。哦，太难看了吧？我那个时候在写报道的时候，就那时候官方叙述有说底座上面有琥珀里的蚊子的特殊零件，因为那时候关头比较小嘛，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在哪里？一直看不到，然后在煮的时候，咖啡原来是完全没在藏的，就是你真的可能要自己拼的时候你才会看得到。哦。第二个彩蛋呢，在这里，你可以把它打开。哦。这里这个就是致敬恐龙化石暴龙头骨的特殊零件，而且它印的不是乐高风格，它就是一个化石风格。对。第三个彩蛋在哪里？第三个彩蛋在我们展示名牌上最下面的这个化石的编号 LIH235987这一串数字，它代表了3个意义。5987是车牌？不是。密码？不是的如果是我想了这么多厉害的彩蛋，这都不是。是跟乐高有关的彩蛋。这个 LIH 呢，就是 Lego Innovation House， 就是乐高的设计师，他们就是在这边工作。这个 LIH 这个机构呢，就是很多的合组在这边诞生的地方，就等于说他们的想法呢是在这个地方被诞生出来。那这个23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暴龙化石的乐高，它是在2023年在这个 Lego Innovation House 里面被发想出来的。2023年被发想出来，2025年才出商品。因为其实当初他们其实也可以说是用那个头骨的概念去延伸，毕竟这么大，他们可能也是要经过一番考量。那这个5987呢，它是乐高商品的编号5987，我就北七。对，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来说，这可能是第4个含义。这个5987呢，就是乐高在2000年推出的一款合组，那个合组呢，其实也是挖掘恐龙化石的主题。那他把这个编号藏进这个化石编号。最后一个彩蛋呢，很遗憾，你现在看不到，因为它是在中间的这个脊柱里面。你在拼的时候才知道，你要在玩的时候，你才可以亲自的体验。它放了青蛙跟一个方向盘，这个是 Benjamin 觉得最有趣的彩蛋，因为当初哈蒙德他那时候在主导这个侏罗纪恐龙的这个复活的实验的时候，他们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他们还要另外一个2栖类的基因，他们用青蛙的基因去跟蚊子做结合，成功复活了这个恐龙。所以他把这个青蛙放在这个恐龙化石里，我觉得加一个方向盘，其实就是乐高一贯的很幽默的一个呈现。其实青蛙在操控这只暴龙的感觉，有一点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次的这一款暴龙化石的所有彩蛋就是刚刚的那些。然后我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亚伦格兰特跟这个艾利博士，那他们2个人呢都各自有2个脸，而且2个脸的其中的面都是戴墨镜，我觉得超赞的。因为他们看到那个恐龙的时候会把眼镜拿掉，我觉得很赞。配件的部分呢，格兰特博士自己有一个他最喜欢的这个迅猛龙的化石，就是在还没有碰到恐龙之前，他非常喜欢迅猛龙，那个也是很经典。就是他在哈蒙博士要去找他前，就有拍一个他在考古嘛，他就讲那个迅猛龙的故事，说他很快啊这样，然后一个小孩在旁边说，就是一个比较大只的火鸡呀。他说这个火鸡会拿了这个利爪，15公分利爪，把你的心这样挖开来什么的，超坏。那我们的这个艾利博士呢，他的配件是一个铲子，众所周知，他都是亲力亲为的去挖这两个大片，就是用手啦，直接戴手套的那种。这个平台可以直接这样子拆下来，当做一个独立的。那它这边会外露，就可以把它上面的这个把它拼来这里，你这样子可以独立展示你的人偶。这个呢也还是依旧有它的完整性。哇，对，就是其实蛮赞的。对啊。好，以上呢就是这次76968恐龙化石暴龙整体的介绍。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蛮想收。像它售价是多少？官方的售价呢是249.99美金。哎呦，太贵了吧！诚如我在开箱报告里面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一组暴龙化石的总结，基本上呢，这一组不管是在造型，还是设计师注入的一些巧思啊，跟彩蛋，还有整体的堆砌时候感受到的乐趣，跟最后造型的完成度，整体中观来说都是无懈可击。那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缺点呢？就是它又大又贵，就这样。也是有一种什么回忆无价，回忆无价是没错，可是我买不起。回忆无价，但我的回忆就是这么廉价。不好意思，我就2000块买得起吗？这个暴龙虽然刚刚看到外包装，千有人说它是走比较大人向的外包装嘛，但其实说在恐龙，谁不喜欢？大人小孩都喜欢。对啊，你今天我跟侏罗纪公园算同一个时期的人，不管是恐龙还是恐龙
龙的化石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一个浪漫点。这一组买回去完全不亏啦，就是爸爸喜欢，小孩也喜欢的话，就超过那个价值。我跟你讲，要怎么样让这个恐龙化石达到一个物超所值，就是你先把一些零件打散，然后把它丢到那个沙子里面，就自己在那边挖，然后挖完之后挖出来自己拼。反正就是有很多亲子同乐的玩法。对，如果你到时候真的那样玩的话，欢迎跟我说。那各位玩具人，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最终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一个更多玩具人看啊！玩具人玩具，下周再见，拜拜。AK47，讲到小时候就不能不提到以前在杂货店抽贴纸买糖果的日子，穿越回到80、90年代，逆袭当老板，早餐店、杂货店模拟经营玩法，从小店向企业迈进，从行销到经营，通通由你掌控。开局就送5000抽，人生一直冲。从路边摊卖油条到城市中各种类的商店，还可以从源头开始经营，成本原料一手把关，打造自己的帝国。邀请你一同经营时光杂货铺，体验有钱有店有点闲，根本就是当房东的感觉。阿彪、弹珠台、干妈糖都在这里等你，网咖、冰果室、撞球间，通通都有。来幸福镇的童年游戏园，重温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立即下载，与我们一同打造辉煌的时光年代。